今天讲一部超经典的高分悬疑片《致命魔术》，男主由荣获奥斯卡奖的克里斯蒂安·贝尔出演。本片改编自畅销全球的同名小说，好剧本加上好演员，能遇到这样的影片千万不要错过。故事发生在1897年的英国伦敦，此时的人们非常热衷于魔术表演。当主持人需要观众上台互动时，有2名年轻人兴奋地跑了上去。这个男人名叫安吉尔，而这个男人名叫波顿。他们看似是不起眼的普通观众，但实际上是表演团队中的学徒。正如所有的初学者一样，2个人对魔术充满了热情。待到女孩被捆绑结实，精彩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随着秒表开始计时，生死攸关的气氛被瞬间拉满。片刻的功夫，刚才的帷幕被缓缓升起，水乡逃生的表演圆满完成。如此反差让台下的观众恍然大悟，然后送上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表演结束后，波顿在化妆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认为魔术应该具备冒险精神，而不是固步自封，天天表演老一套。这句话遭到了道具师卡特的反对，提醒他在冒险的魔术也要基于安全。波顿解释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自己以后会发明一个独霸天下的魔术。卡特听后欣赏男人的执着，但也提醒他不准再打错绳结。原来波顿在水箱逃生时故意出错，目的是想让绳结显得更加牢靠。女孩对此表示没什么所谓，但她的丈夫安吉尔却极力反对，毕竟那样的绳结在水里并不容易解开。几天后，水箱逃生的魔术又一次上演，但这次终究还是发生了意外。波顿不顾警告再度打错绳结，这下让女孩失手没有解开绳索。等到卡特冲出来砸破水箱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女孩死了，安吉尔失去了挚爱的妻子，波顿也因为自己的傲慢害死了人。葬礼上，卡特安慰安吉尔节哀顺变，并告诉他人在溺水时就像回家一样。尽管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但男人的内心深处选择了相信。这时波顿走过来探望，看得出所有人都不欢迎他。What did you tie? I'm sorry, I just don't know. 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人气愤。波顿见状也只好仓皇离开。安吉尔明白，从此刻起的波顿不再是朋友，而是他一生都要对付的仇人。随后，卡特所在的魔术团队宣布解散，大家也各自选择了单飞。刚开始的波顿找了新的老板，主要工作还是做些杂活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，他偶然间认识了一个漂亮女人。为了能够追求对方，波顿使出了自己的独特魔术。前一秒2人还在互相告别，可下一秒却神奇的出现了。就这样，女人成了波顿的妻子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波顿有了自己的小剧院，也请到了一个道具师法龙。这个男人似乎不善言辞，见到妻子还显得有些局促，然后打过照面就转身离开。波顿让妻子不要见怪，可妻子却说家里有钱雇得起他吗？波顿则说没关系，表示只要将自己的食物分给法龙一半即可。妻子说这样不行，因为马上还有人要分你的食物。猜到言语间是怀上了孩子，波顿立刻表现得十分兴奋，甚至还要告诉刚认识的法龙来分享喜悦。自此以后，波顿更加卖力的表演，因为他知道肩上又多了一个责任。然而就在表演空手接子弹时，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。波顿举着已经取出子弹的枪寻找互动，然后有个大胡子站了出来，没有多想将武器递过去，对方却在拿到后放进了一颗子弹。Are you man enough, sir? 看着眼前无比熟悉的眼神，波顿意识到自己今天要倒霉了。原来许久未见的安吉尔并未消失，而是在等待最佳的复仇机会。Which knot did you tie, Board? I don't know. 这一枪虽然解决了心头之恨，但也让波顿的左手失去了2根手指。几天后，妻子贴心的帮忙包扎，她很奇怪丈夫的伤口为什么又裂开了。这时的波顿充满仇恨，扬言要狠狠地反击安吉尔。与此同时，卡特打算与安吉尔联手合作，并声称要重振旗鼓，再创辉煌。为了能让新团队一炮而红，卡特还潜心研发了新魔术。另外，他们高薪聘请了一个女助手，主要工作是帮助烘托舞台气氛。就这样，安吉尔负责表演魔术，卡特负责道具设计，而女助手负责吸引眼球，误导观众。没过多久，第一场演出在卡特的安排下正式开始。台上的安吉尔表演得非常流畅，时不时就引来了阵阵喝彩。等到节目进行到高潮部分，女助手到台下请的观众出了问题，他们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，女人是真的观众，而男人则是波顿假扮的。回到后台的安吉尔有些沮丧，他已经不想再和波顿互相伤害，以后大家就算扯平，谁也不要再砸谁的场子。这时剧院的老板走过来下逐客令，他认为刚才的表演糟糕透顶，所以要求立即停止合作。事已至此，卡特让安吉尔暂缓表演，并建议他到科技展上去寻找灵感，那里有与时俱进的发明家。
或许能激发俘获公众的想象力。第二天，安吉尔来到科技展大厅，然后见到了发明家特斯拉的交流电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，它的神奇刷新了大家的认知。此时台上突然传来躁动，安吉尔则无意看到了熟悉的人，原来波顿也在此观摩，想必是同样过来寻找灵感。待到会展结束，安吉尔尾随波顿想看看他的状况，穿过一条又一条街区，波顿在一个婴儿车旁停了下来，而眼前的一幕则让安吉尔动容。仔细看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如果自己的妻子还活着，那么这种幸福也会属于自己。此情此景再次勾起心中仇恨，看来波顿虽然失去了2根手指，但还远远不够抵消杀妻的罪过。随后乔装后的安吉尔再次混进人群，本想找机会制造混乱，但却发现波顿研发了新魔术。只见他从一扇门进入，然后立刻从另一扇门现身，这个被称为传送人的魔术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安吉尔百思不得其中奥秘，但卡特一眼就猜出对方用的是替身，这个解释让安吉尔难以信服，他觉得波顿的魔术绝非这么简单，证据就是左手的残疾确信是同一个人。卡特说既然无法知晓魔术的方法，那就找个替身来模仿他的表演。没过多久，几人在酒吧找到一个酒鬼，他的样貌和安吉尔有些相似，经过化妆更是看不出任何破绽。之后通过多次磨合彩排，几乎达到了完美的效果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安吉尔和女助手悄悄成了一对恋人。很快，名为新传送人的魔术隆重登场。安吉尔先是对观众做足悬念，然后转身打开一扇门，紧接着脚下一空掉到了后台。这时替身在另一边快速出现，如此这般就完美抄袭了波顿的魔术，而且还比原版的更具观赏性。可惜这样的成功让安吉尔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憋屈地躲在暗处，然后缓缓地展开双臂，对着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而谢幕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替身开始坐地起价要挟团队，甚至还有喧宾夺主的意思。眼见对方的行为越来越离谱，于是安吉尔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他劝说女助手牺牲色相，然后主动投靠波顿去做卧底，这样一来或许能拿到传送人的方法，继而就能让团队摆脱用替身的困境。女助手听后十分生气，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利益的工具，带着爱与恨的复杂感情，女助手找到了波顿的队伍。波顿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，他询问对方是不是来偷学魔术，女助手也不隐瞒，直接承认是安吉尔派来的卧底。感受到眼前女人的坦诚，于是波顿放下顾忌接受了她。既然安吉尔送上了一份大礼，波顿想了想也准备回赠一个。几天后，安吉尔一如既往地进行表演，可他在下落时却摔在了地上，之前的缓冲垫子莫名消失，不用猜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抬头望向另一边的替身，而替身果然变成了波顿。随着升降机的推动，舞台上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身影。很明显，波顿的这次捣乱是有备而来。原来就在开演之前，波顿找到了烂醉如泥的替身，然后对其进行了一番洗脑。这时替身被捆绑结实缓缓落下，而他身上还挂着一个牌子，欢迎到对面欣赏波顿的表演。观众们对这个整蛊纷纷喝彩，谁也想不到竞争对手竟然这么狠，而且是将羞辱直接搬到了对面。 Pardon my intrusion. And go easy on the poor chap. He does try so very hard. 如此一来，被揭穿的魔术必将无法继续，安吉尔也因此成了整个伦敦的笑柄。当天晚上，安吉尔悄悄找到女助手，而女助手对此也不惊讶，露出被波顿致残的左腿。男人质问女人为何还未找到方法，而且还和波顿上床成了情人关系。To steal his secret, not to improve his act. 女助手说：“我已经把知道的告诉你了。他的房间里藏有伪装用的胡须，所以方法的大概率就是替身。”此时的安吉尔就像是着了魔，他根本不相信女人没有依据的猜想。这时女助手拿出一本日记，表示里面记载了波顿的所有魔术。安吉尔随便看了几眼，发现日记中的图文经过了加密。女助手说必须在明早之前还回去，不然就会被波顿发现。安吉尔说我会派人砸了他的场子，然后伪造日记被偷的迹象，到时候就和你没关系了。说完这些话，安吉尔转身离开了住所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波顿升级了表演方式，特斯拉的交流电也被搬上舞台，加上女助手恰到好处的配合，波顿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到达了巅峰。看着害自己惨败的仇人越来越滋润，躲在暗处的安吉尔决定铤而走险，然后协同卡特绑架了道具师法龙。不幸的是，卡特的手臂中了一枪。第二天，波顿按照要求来到指定地点，他猜测对方已经被逼到了绝境。 I'm impressed. Why's that? You're finally getting your hands dirty. 安吉尔一瘸一拐地走了下来，直言只要交出传送人的方法，就可以马上释放法龙。波顿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安吉尔说你自己比我清楚，随即掏出携带的纸和笔。波顿见此情形只好照办，抬头轻蔑地看一眼，然后写下了一个关键词。安吉尔见状说要全部详情，可波顿却说关键词就是方法。两人的交易完成，达到目的后的安吉尔也快步离开。随后，安吉尔来到医院看望卡特，并和他一同打开了纸条，上面写着发明家的名字特斯拉。联想到波顿舞台上出现的交流电，
男人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也就是说，波顿的传送人魔术一定是这个叫特斯拉的人发明的。因为现在的发明家身在美国，所以想要打败波顿，就必须踏上一段漫长的旅程。匆忙告别卡特，安吉尔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路。趁着这段时间，男人开始研究波顿的日记，并从其中破解了大量的魔术。10个月后，火车终于抵达了特斯拉所在的地方——美国科罗拉多。爬上在此等待的马车，安吉尔发现了一个惊人现象：这个穷乡僻壤的城市竟然已经通电。没有多想，来到预定的酒店，管理员用最高仪式迎接了他。待到办完入住手续，安吉尔立即动身开始去找特斯拉。马车很快在所属的山顶停下，但还需走一段小路才能到达。穿过烟雾弥漫的诡异丛林，一个被围着的实验室出现眼前。仔细看，还标着有电危险的警告。不做理会，走上去敲门，下一秒却被电倒在地。有人听到声音走了下来，安吉尔赶紧起身说明情况。通过2人的谈话得知，下来的男人是特斯拉的助理，直言暂时还不能安排会见。安吉尔听后有些沮丧，但表示会一直等下去。当天晚上，安吉尔继续研究波顿的日记，看着看着却勾起了一段回忆。2人在学徒时曾经到过一家剧院，目的是要学习盛名的中国魔术。只见老人轻轻抖动布匹，下一秒就出现了一个鱼缸，不可思议的呈现引来众人喝彩，但却没有人能猜透其中奥秘。望着表演后离场的魔术师，波顿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原理。原来老人的秘诀就藏在腿上，为了不露出破绽，他必须在生活中装成瘸腿的样子。波顿说这是把自己献给了艺术，他的自我牺牲是魔术师们的榜样。听着朋友条理清晰的解释，安吉尔禁不住佩服起他的魔术天赋。把视线拉回现实，安吉尔知道自己没有天赋，但只要努力也定可以超越波顿，并且还能为冤死的妻子报仇。几周后，特斯拉的助理来找安吉尔，并传达了可以合作的意愿，只要提供足够多的资金，他们就能造出类似于传送人的机器。为了证明特斯拉的实力，助理带着安吉尔来到一处山顶，并讲解了逆天的无线电力传输技术。随着周身的灯光亮起，神奇的一幕照亮了整个世界。当即拿起地上的灯泡，它不亮了，然而再把灯泡放回去，它又亮了。此刻的安吉尔有些吃惊，但助理没有多说，便匆匆离开。 Magic. Real magic. 几天后，安吉尔按照要求提供了资金，也如愿来到了实验室。攀登过一段陡峭的石阶，2人进到了基地的内部。眼前的一幕让人震撼，无数条闪电竟然在肆意炸裂。这时有个人从里面快步走出，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。随后，特斯拉盛情款待了安吉尔，并承诺可以打造传送人机器，但同时也给了一个警告，不要对某件事太过痴迷，不然就会成为他的奴隶。没过多久，特斯拉的传送机器进行了第一次实验。他借来安吉尔的帽子，然后将其放到了中心位置。随着一道道耀眼的闪电落下，地上的帽子并没有消失的痕迹，这下让特斯拉的表情很难看。安吉尔也愣在了原地，助手急忙出面缓解尴尬，他让安吉尔下周再来看看。回到酒店后，安吉尔看见有新面孔入住，前台说他们是爱迪生的团队，目的是要和特斯拉进行科学竞赛。稍后时分，安吉尔终于将波顿的日记看到了最后，然而结尾的真相却让他瞬间崩溃。原来女助手在第一天就背叛了自己，之后不仅鼎力帮助波顿演出，还和他碰出火花，发展成了情人。另外，替身的身份信息也是女助手泄露，所以才让波顿找到后进行的策反。至于自己如获至宝得到的日记，自然也是波顿故意指使的陷阱。讽刺的是，日记的最后一行字这样写道：亲爱的大笨蛋安吉尔，你的女人已经彻底爱上了我，而且关键词并非是传送人的方法。之所以写一个美国发明家，目的是让你远离伦敦，不再干扰我。此刻的安吉尔心态崩了，自己耗时1年追求的东西，结果是波顿给自己的圈套。气急败坏地来到山顶实验室，他想问特斯拉是不是也在骗自己。事情很快水落石出，特斯拉没有给波顿造过机器，之所以答应安吉尔的请求，是因为他正巧需要大量的资金。事已至此，安吉尔质问是否还能造出机器，特斯拉回答说没问题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测试。说完将一只黑猫放进中心，然后启动了发射闪电的机器。遗憾的是，结果依旧没有任何改变。安吉尔见状知道大势已去，于是生气地离开了现场。他不在乎失去了多少钱，因为自己本身是一个超级富二代。这时安吉尔看到一个奇怪现象，不远处的一个废墟当中，满地散落着无数帽子。仔细看脚下的2只黑猫，它们不正是刚才实验的黑猫吗？此刻的安吉尔恍然大悟，特斯拉没有造出传送，却意外造出了一台克隆机。随后，特斯拉对帽子进行了考量，并证实了安吉尔的猜想，这说明机器需要改进一下，或许就能造出想要的传送。与此同时，远在伦敦的波顿成了著名魔术师，但却因为忙碌疏忽了妻子。尽管波顿总是说我爱你，可妻子却觉得丈夫出现了问题。终于有一天，妻子患上抑郁，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另一边，波顿再次上山来找特斯拉，却看见实验室变成了火场。很明显，
这里多半是遭到了爱迪生的报复。如此一来，也让传送人的研发成了泡影。回去后，安吉尔准备退房离开美国，可前台却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：原来特斯拉临走时留下一个箱子，而这个箱子就是给安吉尔的新机器，上面附带有一个便签，里面写着特斯拉最后的警告：任何非凡的事物一旦出现，必将会遭到无法预料的打击。对于这台机器的使用，我只加一条建议给你，请务必将它毁掉，不然会让你的余生充满痛苦。看完特斯拉的留言，安吉尔并未多想什么，因为此刻的他已经穷途末路。10个月后，回到伦敦的安吉尔开始测试机器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准备了一把手枪防止意外。安吉尔小心翼翼地走进中心，他要用生命来赌逝去的爱人和事业。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，传送人的魔术成功了。很快，安吉尔找到道具师卡特，并将他约到了之前落败的剧院。走进曾经辉煌的表演场地，安吉尔瘸着腿出现在视野。许久未见的两人非常开心，男人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卡特负责找投资人和运营，安吉尔负责舞台表演。有一条铁定规则必须遵守，在每场表演结束之前，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准进入后台，包括卡特也不行。紧接着，卡特请来了一个投资人，安吉尔则现场表演了魔术。只见他在机器中突然消失，下一秒就从舞台的后方现身。不得不说，这技巧十分震撼，看的投资人是彻底的懵了。几天后，女助手和波顿在餐厅吵架，原来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。临走时，女助手刺激波顿说前男友回来了，而且还带着一个无法超越的新魔术。波顿听后不以为然，但他知道安吉尔的回归并非简单。来到新传送人的演出现场，波顿被安吉尔的魔术深深震撼，这个表演手法实在神秘，纵使具备天赋也看不透其中奥义。他不同于之前的替身，而是体现了什么叫真正的魔术。 Man's reach exceeds his imagination. 这时台下的观众无比沸腾，也让波顿感受了什么叫如坐针毡。回去后的波顿大发雷霆，他想不通没有天赋的安吉尔是如何做到的。另外，这个魔术限定只表演100次，很难想象等到结束后会是什么样子。不用猜，大概率会成为魔术史上的神话。与情绪激动的波顿相比，法龙则说不想再去招惹安吉尔。波顿听后勃然大怒，扬言要与对方死磕到底。随后，波顿开始研究安吉尔的魔术，但也只能了解一些表面。第一是人在消失后脚下有个暗门，第二是后台用的工人全是盲人，并且在表演结束后总会拉走一个箱子。凭借这2点无法看出其中奥秘，波顿也只好再次混进人群。他想等待上台互动的机会，这样就能趁此到后台进一步观察。终于有一天，波顿如愿走上了舞台，并顺利潜入了表演的幕后。这里有一个盲人在看护，而他身边放着一个逃生水箱。正当波顿观察怎么回事时，波顿猜不透安吉尔的做法，他为什么要掉进一个水箱呢？望着表情逐渐狰狞的安吉尔，波顿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他想打开水箱的门锁，却发现上面的道具锁遭到了调包。此时外面的观众还在等待，殊不知这场魔术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波顿用力地敲打玻璃，但也只能看着安吉尔慢慢死去。等到卡特听到声音冲进后台，一切都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。安吉尔死了，波顿成了最大的嫌疑。法庭上，波顿受到了谋杀的指控，卡特也出庭证实了他的罪行。面无表情的波顿没有申辩，他知道再多的话都是白搭。经过法庭的最终审理，波顿被判处了死刑。至此，2个在伦敦的大魔法师全部陨落。故事到这里本该曲终人散，但事实上残酷的真相才刚刚揭开。有个男人来监狱探望波顿，自称是一名公爵的助理，目的是想买下波顿的所有魔术，包括红极一时的传送人。为了表达诚意，助理还递上了一个日记本，据说这是安吉尔生前的日记。波顿不想出卖自己的魔术，但对方却提出了可以抚养女儿的条件。想到即将成为孤儿的女儿，波顿表示会考虑一下。随后，波顿开始阅读安吉尔的日记，里面从坐火车到美国开始讲起，一直讲到了再回伦敦的经历。然而当读到最后几页时，波顿的表情却变得非常难看。日记的结尾这样写道：亲爱的大笨蛋波顿，我已经超越了你的传送人魔术，并成功让你变成了一个死刑犯。望着难以置信的文字，波顿看得头皮发麻。难道安吉尔没有死？他在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报复吗？这时有个狱警打破沉默，原来是买他魔术的公爵来了，匆忙走到外面查看。公爵还带来了孩子。此时的波顿非常开心，满眼都是日思夜想的女儿。 How are you? I miss you so much. And Fallon's miss you too. We both have. 波顿起身打招呼，但脸上的笑容却瞬间凝固。眼前的人不是什么公爵，而是已经死去的安吉尔。波顿想不通其中缘由，但他知道自己被人下套了。安吉尔解释说，之所以这样做，只是想证明谁才是最好的魔术师。没有人在乎箱子里的人是谁，大家只会关注是谁杀了人。波顿听后再也没了底气，他怒斥对方竟然把女儿扯了进来。安吉尔说，如果你真的理解我，就不会在当初故意害死我妻子。
波顿深知错在自己，赶紧掏出传送人的秘诀求和。这时的安吉尔根本不屑，他看都没看，直接将其撕碎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安吉尔的魔术已经超越了波顿，这下波顿慌了，他一边哀求安吉尔，一边蹲下来安慰自己的女儿，并向其保证一定会回家。I promise. I love you, Jess. I love you. Come on. I love you. Come on. I love you, Jess. 望着自己的挚爱被仇人带走，波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然而再多的言语都是徒劳，没有人会在乎安吉尔是否还活着，他们在乎的只是波顿杀了人。稍后时分，回到别墅的安吉尔见到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正是卡特。看着眼前活生生的男人，卡特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，自己明明看到了尸体，可为什么安吉尔还活着呢？安吉尔见他这样也不隐瞒，于是将机器的真相告诉了他。原来特斯拉没有造出传送机，而是将之前的克隆机留给了他。卡特听后秒懂了怎么回事，死去的不过是造出来的克隆体，而本体的安吉尔则顺利金蝉脱壳，这就解释了表演时为何不让进入后台，目的是为了掩盖其中的秘密。如此一来，让卡特更加坚定信念，他请求必须立刻销毁机器。原来就在安吉尔假死之后，法院流拍了他的魔术道具，可化名为公爵的安吉尔将其买了下来。卡特虽然不知道机器的秘密，但他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古怪，所以才找到公爵想要摧毁机器。安吉尔当场表示不会再启动机器，然后打发走了受惊的卡特。与此同时，波顿最后一次约见法龙，两人做了依依惜别。波顿很后悔没有听从法龙的建议，也很后悔自己做的一些愚蠢决定。最后他向法龙道歉，自己对不起死去的妻子，希望法龙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能够拥有完美且完整的人生，抛出代表希望的皮球。法龙知道波顿要死了，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自己就这样与波顿分开了。Goodbye. 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夜晚，卡特和盲人将机器送到了之前的剧院，待到所有参与的工人走后，安吉尔和卡特又将机器藏进了下一层。这时卡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，他说自己在葬礼上讲的并不对，人在溺亡时不是像回家的感觉，而是痛苦至极。说完便离开了地方。安吉尔听后似懂非懂，但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同一时刻，波顿正在被押送去死刑的路上，他义无反顾，面无表情，似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待到站在行刑台上，他依旧没有丝毫慌乱。另一边，走出剧院的卡特匆匆离开，迎面却来了一个神秘男人。原来他觉得安吉尔利用了自己，于是偷偷出卖了今晚的行动。尚未离开的安吉尔突然听到动静，紧接着看到一个小球。在安吉尔倒下的这一瞬间，同时刻的波顿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点。突如其来的一枪让安吉尔错愕，手中的小球也滚落出去。等到来人蹲下来捡起，而他却是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波顿。安吉尔懵了，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卡特说的没错，波顿的传送人魔术就是替身，而这个替身正是波顿的双胞胎兄弟法龙。此刻的安吉尔恍然大悟，自己千算万算，魔术的本质果然还是最简单的技巧。可他们到底谁是法龙，谁又是波顿呢？原来他们商量好了共享身份，如果头一天的身份是波顿，那么第二天的身份就是法龙。两个人互相交换角色，互相体会不同的人生。法龙爱的人是妻子，而波顿爱的人是女助手。关于和妻子的小女儿，两个男人对她都是非常挚爱。后来妻子发现了丈夫的秘密，最后难过抑郁选择了自杀。女助手之所以和波顿吵架，也是察觉到了伴侣的异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不露出破绽，法龙还切断了波顿的手指，如此这般就达到了完美一致。听完对方的叙述，安吉尔感到了深深震撼。法龙说，现在的你知道什么是牺牲吗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术吗？安吉尔苦笑一声，然后讲述了自己理解的牺牲。在安吉尔第一次测试机器时，无数闪电将他折磨得不堪重负，紧接着一道白光将其传送了出去。本体被传送后一脸的不可思议。这时的克隆体看到旁边的手枪，于是悲剧发生了。 No, wait, I'm not. 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忧，克隆体竟然杀死了本体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安吉尔已经死了。原来特斯拉对克隆机进行了升级，机器从单纯的克隆技术变成了既可克隆又可传送的模式。它的具体原理是将本体传送出去，然后原地克隆出一个新的自己，而这个人会拥有和本体一样的记忆和思维。最初的克隆体痛苦地回忆着，不堪的经历让他难以启齿，他每天都会走进肆虐的闪电中。之后新的克隆体会掉入水箱，而他则会在舞台的后方出现。安吉尔不知道溺水是什么感觉，他也一直从未体验过。被淹死的克隆体会让盲人偷偷运出后台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藏真相。至于波顿误闯后台被陷害，其实也是安吉尔计划的一部分。一山不容二虎，况且杀妻之仇必须得报。法龙听后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安吉尔的牺牲太过荒唐，一切到头来就是场虚无的梦。安吉尔说，你根本就是狗屁不懂，老子的牺牲才是魔术的真谛，由始至终且永无止境。
面无表情的法龙静静地看着，任凭眼前的安吉尔痛苦死去。故事到这里宣告了结束，两个伟大的魔术师也并未分出胜负，又或者说胜负已经大白天下。本片拍摄于17年前，它由家喻户晓的大导演诺兰自编自导，原片采用了大量的插叙、倒叙和回忆。如果你认为悬疑指的是结尾部分，那么实则你根本就没看懂。解说中我也标出了每个伏笔的提示，而它们就在视频的左上方。借用本片的一句台词：“你真的在认真的看吗？”